这里就将。哟，提亚娜酱，前面就是 M1 社了，准备好潜入了吗？当然准备好了。哎，为什么这次是德丽莎指挥？姬子阿姨呢？你说谁是阿姨呢？这可是第2次了，再有下一次的话，绝对饶不了你。总之 ，M1 社非常危险，所以这次我会和你一起潜入。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恐怕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对了，我也会加入你们的，毕竟3个人才算是女武神小队嘛。只要微笑就好了。这样是傻笑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说声谢谢吗？真是不坦诚。好了好了，谈话到此为止。在任务开始前，我说明一下情况。情报部门已经确认，被逆商抓走的牙医、Bronya 和温蒂3人目前被关押在 M1 社总部的大楼内。很遗憾的是，目前天命组织没有向逆商全面宣战的准备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意味着被别人欺负也要忍气吞声。所以，首要任务是潜入大楼救出3位女武神。次要任务，嘛，有机会就搞点破坏吧。遵命。最后一句可不应该是修女说出来的话吧？哎呀，这种小事就不要在意了。还有，虽然少校和我也会参与这次任务，不过 M1 社总部大楼戒备森严，还是需要好好进行潜入准备的。你们先在大楼的周围探索下，寻找进入大楼的方法，并且探测下建筑内部的结构吧。你在发什么呆呢，舰长？别小看我！本小本才不需要治疗。这里可是我。看我的！对了，提亚娜酱，Bronya 还被控制着的事，你之前就知道吧？啊，我从来不知道啊。哦，是真的吗？真是瞒不过你。之前在月光王座上，Bronya确实也被控制了。所以你就为了保护 Bronya 而没有汇报吗？为了朋友而撒谎，还真有卡斯兰娜家的风范呢。这让我有点想起了你的傻瓜老爸。唉，那家伙经常说，看到被伤害的人就会感到体内卡斯兰娜家的血液在沸腾，然后就冲动了起来。对的对的，确实是老爸的语气。说到底还是逆商那些家伙不好，竟然把 Bronya 改造成这样。所以说，天命就是正义的吗？天命组织改造了女武神，让他们可以和崩坏战斗，但是代价是，崩坏能会一直侵蚀身体组织，身体素质差一些的女武神，年纪轻轻就会死去。这个我不知道。正义的对立面往往是另一种正义。逆商那些家伙也有自己的目的吧？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，这就是一种正义。其中最耀眼的就是卡斯兰娜家那种为了守护他人而不顾自己的正义。这一点请不要忘了，提安娜。要和德丽莎一起睡午觉。你们有什么收获吗？不，还没有。M1 社大楼简直就是铁桶，所有通道都有重兵把守，不愧是逆商的总部。也就是说，没那么简单就能潜入喽。对了，学院长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我以前从新闻上看到 M1 社的 CEO 应该叫雷电龙马吧？那不应该是牙医的爸爸吗？为什么逆商会把牙医关到他父亲的公司呢？啊，确实如此呢。不过没想到提安娜酱还会看新闻呢。新闻上说的可不总是真话哦。哎，等等，这是不是什么敏感话题啊？虽然机密，但还没到不能说的程度。关于这件事情，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。表面上，雷电龙马是因为经济问题而入狱，但实际上，他是被逆商内部人员陷害的。在雷电龙马领导 M1 社的时候，天命和逆商一直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。之后，可可利亚夺取了雷电龙马的领导权。
但是可可利亚是一个激进派、极端主义者，所以才会屡次与我们发生摩擦。这次的好事也是可可利亚计划的吧？可可利亚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刷新最短战斗时间记录？能够唱！该我上了！这样的东西我还看不上眼呢。七哥飞，啊，德丽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对不起，刚刚看着你的背影，让我想起了以前和你父亲并肩战斗的时候。你和我老爸一起战斗过？德丽莎，快给我多讲讲他的事情。他是一个大傻瓜，从来不听指挥，特别喜欢一个人冲到崩坏兽堆里面开无双。不过，他也有一点点好的地方。唉，算了，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，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，我再告诉你吧。一言为定。这里就交给……还是找不到进去的方法。我们在 M1 社周围待的时间太久了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很可能会被逆商的部队察觉。暂时先撤退吧。不行，怎么能够就这样回去？我不回去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要去救牙医。提安娜讲，太冲动的话，什么事都会做不好的哦。提安娜笨蛋，不要冲动。Bronya，是你吗？ M1 社的守卫十分严密，不过 Bronya 会带你们进去。太好了，我们正在犯愁怎么潜入进去呢。等等，我们不能相信他。之前就是因为他被控制了，牙医才会被抓走。而且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来找我们？姬子少校，请相信 Bronya 吧。无论如何 ，Bronya 都想要救牙医姐姐。妻子，我觉得 Bronya 的语气不像是被控制了的样子，而且 Bronya 一定比我们更想去救牙医。真拿你们没办法，反正大家都有舍命陪君子的决心，那么就冒一次险吧。那么，你们赶快到大楼的 C7 通道口吧。好困，好想在这睡一会儿。该我上了。Hide and seek。我这把油大下去，你们都会死。提安娜酱，看着你的战斗方式，我感到体内属于卡斯兰娜家的热血也在沸腾。卡斯兰娜家，但是德丽莎，你不是阿波卡利斯家的家主吗？诶，姬子没和你说过吗？明明也都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了。我是一个合成人，一部分基因来自于卡斯拉娜家的某位祖先。这么说来，德丽莎，你是我奶奶之类的咯？不是，人家还是年轻可爱的少女呢。可是你之前说过，你和我老爸一起战斗过，你的真实年纪应该不小了吧？为什么你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有智商啊？好饿啊！总觉得有不太好的预感。是在担心 Bronya 吗？确实，是陷阱的可能性很高。就算是陷阱也不用害怕哦，这边不是还有我在吗？如果到时候发现是陷阱的话，就直接打破墙壁走出来就好了。啊，德丽莎今天特别兴奋呢。应该是因为她时隔多年，终于又可以亲自执行任务的关系吧。这么说来，德丽莎以前也是女武神吗？是的，在她还是现役的时候，虽然很冒失，实力却很强，一度要被授予 S 级女武神的称号，不过她拒绝了，因为……那姬子，
闲话就说到这里吧。总之，提亚娜酱只要知道我很厉害就行了。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，该我上了。哈，哈，哈！得重新评估一下战斗难度了。这样的东西我还看不上眼呢。呀，哈，呀，哈，哈，呀，嘿，呀，呀！零花钱，店长。这是给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把这里全部毁掉。这些机器人真厉害！如果天命也能开发出这些武器的话，女武神也可以不用再上战场了吧？很遗憾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天命也尝试过开发无人操纵的崩坏能兵器，但都失败了。首先，无人兵器的崩坏能利用率只有20%。其次，崩坏能的不稳定性会破坏兵器的物理结构，这些兵器在使用1-2次后就报废了。总之就是不经济。在天命漫长的研究中发现，女武神的身体就是崩坏能最好的容器和转化器。崩坏能只有在女武神体内才可以稳定的保存。然而，这样的代价是，作为载体的人体会被崩坏能不断的侵蚀，寿命也会缩短，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。这我早就知道了。难道说逆商的做法反而是正确的吗？逆商对崩坏能的利用率一直比天命低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，也只有20%的利用率，却不愿意广泛使用人类作为载体。可能是因为创办逆商的那个老人是个比天命更有人情味的家伙吧，真是可惜。这里就交给 Bronya， 我们到 C7 通道口了。密码 XCVF， 认证权限，大门开启。门打开了，太好了！进入大楼之后要加倍小心。Bronya 把大楼的地图传给你们。雅伊姐姐被关在3楼的实验室里，Bronya 会在那里打开实验室的门，请快点过去。现在研究人员正准备解剖雅伊姐姐，取出她体内的绿者核心。我是不会让这些发生的，别担心，我们现在就全速赶往实验室。雅伊，我们来了！哼，看本小姐大展拳脚！快点解决掉吧！呀吼！别小看我！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把这里全部毁掉。Hide and seek。密码 GHDDD， 认证权限，大门开启。通往实验室的通道开启了。等等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刚刚我们进来的路被关上了，难道说这是个陷阱？我们没有退路了。哎呀，一直听说 Kiana 你是个笨蛋，不过在关键时刻还挺机灵的嘛。这个声音是那个控制布尔尼亚的人。原来如此，你就是可可利亚小姐吗？没错，我就是可可利亚，阁下可是德丽莎·阿波卡利斯。哎呀，没想到来了个大人物呢。一直听说你是个优秀的战士，不过却轻而易举地落入了这种陷阱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。切，我一直听说你是一条阴险的狐狸，看来确实如此。不过鱼饵足够豪华，我们不咬钩也不好意思嘛。虽说中了陷阱确实让人不太爽，不过事情也变得简单了。现在只要进入实验室救出牙医，然后杀出一条血路就可以了。那就把整个 M1社给拆了吧。哼，还真是敢说大话了。哼，你一会儿就能知道是不是大话了。那我就在实验室中恭迎大驾了。希望你们不要死在路上，让我白等啊。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把这里锯掉。
是很够呛。Attack！ 我可不想因为帮你就毁了这身衣服。本小姐才不稀罕这些臭钱呢。这里就交给我吧。嘿哈哈，嘿哈哈！现在是提安的时间，呀，该我上了。格丽莎时间，哈哈！讨厌，看懂吧，扫除时间，乱刃，龙卷。呀吼！该我上了，哈呀！知道犹大有几种用法吗？能够唱。本小姐才。把牙医还给我！你们根本不知道律者的真正价值。只要知道了律者是怎么操控自然力量的，人类的科技水平也会飞跃式的成长。Bronya， 给我阻止他们！布罗尼亚，不要被控制了，快清醒过来！布罗尼亚小的时候，父母都去世了，在布罗尼亚心中，可可利亚就像妈妈一样。但是，布罗尼亚遇到了牙医姐姐，牙医姐姐对布罗尼亚非常好，布罗尼亚也不想伤害牙医姐姐，所以布罗尼亚不会战斗。提安娜，快带牙医姐姐走吧。布罗尼亚已经烧毁了生物芯片。开什么玩笑！生物芯片是植入你的大脑的，如果烧毁的话，难道说你想自杀吗？布罗尼亚觉得，比起自己的生命，牙医姐姐更加重要。布罗尼亚已经不会再接受任何会伤害到牙医姐姐的命令了。再见了，牙医姐姐。提安娜，牙医姐姐就交给你了。这里就交给牙医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这里是哪里？提安娜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为什么布罗尼亚倒在那里？布罗尼亚她为了保护你受了重伤，现在失去意识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恶！看来就算是再先进的科学，也无法任意操纵人心。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布罗尼亚的大脑虽然受了损伤，但还不是绝望的时候。带他回圣弗雷亚学园，及时接受治疗的话，应该还有恢复的希望。你以为我会让你们这么简单的离开吗？切，算了，反正第4律者还在我手里，我就加快一下实验的进度吧。等等，你想对温蒂小姐做什么 Lock and load， 该我上了！呀，嘿，哈，哈，呀吼！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！哈，该我上了！格丽莎时间，哈，是你在保护我吗，Cecilia？请让布罗尼亚姐姐和我通话。温蒂，为什么你会介入通信？你在哪里？我们这就来救你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很遗憾，布罗尼亚现在受了伤，没有办法进行通信。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，我可以代为传达。在新西兰的时候，布罗尼亚姐姐是因为被控制了才会攻击我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告诉她，我已经知道了真相。我不会恨她，永远不会。但是，可能之后也没有机会再见了吧。
什么带呢，舰长？嘿哈哈嘿！现在 Nego Charm！ 嘿哈哈哈哈！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，该我上了！我就把这里全部毁掉！呀吼！德丽莎老师，好久不见了。从你调去大洋洲支部以后，就没再联系过了。我有一件想要确认的事，但是……对，你猜的没错，当年是我推荐你去参加渴望宝石的植入实验的，因为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。果然是这样吗？我知道道歉是没有用的，为了守护更多的人，就必须要牺牲一些人。这是我身上一直背负着的十字架。老师一直都是这样呢，虽然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是内心却很坚强。那么，请让我最后一次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教导。Lock and load！ 嘿哈哈嘿哈！呀哈！该我上了呀！要和德丽莎一起睡午觉了，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搞不定。Justice！ Hide and seek！ 提安娜小姐，温迪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有最后一些话想要和你说，麻烦你好好记住了。在几天前，渴望宝石内部的崩坏能让我恢复了行走能力。我想，如果那些崩坏能可以让布罗尼亚姐姐恢复的话，如果你以后有机会拿到渴望宝石，请……温迪，通信断开了。这里就交给……嗨，你们喜欢我刚才送的礼物吗？你说的礼物，难道是温蒂小姐的通信？没错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感谢我的大发慈悲呢？把温蒂的遗言带给她最喜欢的布罗尼亚姐姐。遗言？哎呀，我没说过吗？我已经把第四律者杀了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我已经取出他体内的崩坏能结晶，就是那块渴望宝石啊。即使取出，你也无法使用吧？哼，那只是你们天命的技术能力不够而已。我早就研究出了在机械中使用渴望宝石的技术，不过能够如此轻松地得到它，还真的多亏了你们天命呢。你这个疯子，为了能量源就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！哎呀，向天命复仇本来就是他的愿望，我只是代替他实现了而已。不仅如此，还让他在最后可以和亲爱的布罗尼亚姐姐说句话。可惜，这句话看来是不能传递到了。你胡说！提安娜，小心！难以置信，竟然可以让这么大的机器人启动。再见了，你们就陪我的新作品好好玩一会儿吧。对了，它的名字叫做 MSR7 天赋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采集到足够的实验数据。那么就拜托了。现在是提安娜事件。嘿哈哈嘿哈！ Yes, command。冰湖焰炸！呀吼！我才不需要治疗！别小看我！
知道又是什么破玩意儿。在艰苦的战斗之后，逆商的巨型机器人天赋被击破了，提安娜等人也趁机逃离了 M1 社总部。虽然成功的救出了牙医，但是却失去了温迪。布罗尼亚也一直陷于昏迷之中，就算是圣弗雷亚学院的技术也无法治好他。为了救布罗尼亚，德丽莎决定前往圣弗雷亚学院的中央教堂，在那个教堂的地底隐藏着天命组织最高的生物技术，那个技术就算对圣弗雷亚学院学院长都是保密的。